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个影片要跟大家介绍最终决战虎克船长。这个角色需要很快的手速，还有很高的准确度才玩得起来，而且还有点吃运气。个人觉得算是赚钱比较不稳定的角色。我们先来看虎克的技能。技能开始之后，画面中间会出现一个大的虎克，连线连到中间的大虎克，就可以进行一个右上左下的斜排消除。在技能期间连接越多次，这个消除范围就会越来越大，金币数量也会越来越多。困难的地方在于，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只有大概2秒钟，连线完在消除的时候，计时器会停止，只有在连线的时候有算时间，所以在这大概2秒内，至少要连线5到6次以上，会觉得金币数量比较好看一点。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些神人可以连8到10次以上，那我目前的最高纪录只有7次。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不过好歹一场游戏金币有破万了，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只连3颗就好，越短的连锁你需要滑的范围就越小，可以节省滑的时间，也可以把画面上的虎克留着下一个连锁再用。第二个就是要利用技能在释放的时间，先找好你的下一个连锁要连哪里。第三个就是找这些连锁的技巧。中央的大虎克可以连接的范围比一般的角色还远一点，但是应该没有办法远到全画面，需要习惯一下这个距离感。连接一只小的虎克，再连中间的大虎克，再连另外一只小的虎克，或是连接2只在隔壁的小虎克，然后连到大虎克身上。这2种应该是最有效率的连法，可以连的速度很快，而且几乎不会失败。我们用下一次的技能来看，中央的大虎克出现之后，我第一个连的就是距离最近的2个小虎克加中间的大虎克，然后在现在这个画面，也就是消除范围已经确定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找下一个要连接的地方。这时候我一样优先找2只连在一起的小虎克，然后连到中间的大虎克。接下来的这次连接是用小大小的连法，不过这边不小心手滑，多浪费掉1只小虎克。如果把最右上角的那只留下来会更好一点。接着画面上又出现离中间大虎克非常接近的2个连在一起的小虎克，所以优先连这里，距离最短，最省时间。寻找连线的原则大概就是这样。第4个技巧是预判哪些小虎克会被技能消除掉，优先使用在技能范围内会被消除掉的小虎克，把不会被消除掉的虎克留下来，这样才能快速的连下一次的连线。以现在的暂停画面为例，这个斜排消除之后，我要找下一条连线。这时画面的左边和右边都各有2颗连在一起的小虎克，这时我选择左边的这2颗来连线，因为左边的这2颗在半空中，待会往下一定会掉进技能的消除范围内。如果我不现在利用它来连线，待会它们就会消失了。而右边的那2颗如果往下掉的话，有可能会掉到画面的右下角，那个地方技能消除不到，就可以留着下次使用。所以基本上只要画面左侧有小虎克可以用，我就会优先挑左边的小虎克来用。就算左侧只剩下1颗小虎克，也会用左边的小虎克加中间的大虎克，再加右边的1颗小虎克来连。第5个技巧是要想办法连到7次以上。如果我有成功的连到第7次，技能条就会刚好集满，所以就可以连放技能。第6个是在连放技能的时候，虽然技能条已经亮了，但是还是不要急着按下去。可以等角色落下来，顺便快速的看一下场面上有没有足够可以连2到3条以上的虎克的数量，因为他的技能时间实在是太短了，只要有滑错或是滑空，或是找不到下一条线要连哪里，这次技能马上就结束了，容错率非常非常低，同时还需要一些运气，运气够好才会不停的有小虎克从上面掉下来，让你可以毫不犹豫的连6到7次以上。最后一个技巧就是，万一画面上没有3颗虎克可以连的话，可以往右上或左上随便滑，有机会可以赌到上面有新掉下来的小虎克可以连。比较常见的有2种状况，第一种是画面上还有1颗小的虎克，这时记得要用小的那颗虎克起手，别忘了大虎克跟其他的小虎克之间可以连接的距离有比较长一点，但是小虎克与小虎克之间可以连接的距离跟平常是一样的。所以先连小虎克，然后中间的大虎克，然后不要放手，往画面的上方寻找新掉下来的虎克，只要有找到1只，技能就可以继续下去。下一次的连线刚好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用慢动作来看一下。从现在的这个暂停画面可以看到，画面上只剩下左边的1只小虎克，这时赌运气往右上角滑，刚好右上方掉了新的小虎克下来，
所以顺利的多连了一条连线。不过因为刚刚这个技能范围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把新落下来的小虎克通通消掉了，刚好技能时间也到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持续下去。而第二种状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，只有中间的大虎克，完全看不到其他的小虎克。这时候可以选择用这个大虎克起手，然后祈祷你往上乱滑的时候，可以滑到2只连在一起的小虎克，或是等上面的角色掉落下来，找到可以连线的地方之后再来连线。不过这两者的成功率都有点低，所以画面上都看不到其他小虎克的时候，就要有心理准备，要重新开始累积技能了。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，看画面上有哪些地方可以连一些长链，有机会制造几个时间泡泡，来延长游戏的时间，可以累积大量的金币和分数。以上就是这支最终决战虎克船长的玩法说明，个人觉得算是难度很高的一支。2秒左右的技能时间，要能连6到7次，大约0.3秒就要完成一次连线，一连错这次技能可能就废了。而且除了速度还有准确度以外，还需要天降的运气。所以要不要投资在这个角色上，大家可能需要好好的考虑。不过因为这个角色的消除数量非常多，如果有抓到游玩的技巧，算是蛮强的角色。在日版的分数排行还有金币排行都算是第3梯次的角色，没有排在最前面，可能跟他一场游戏要玩比较久有关。在这个影片录完的隔天，我用这个角色破了自己的历史高分纪录，第一次看到分数快要破1的希望，所以我还是对这个角色抱以高度的期待。大家如果想要农金币的话，这个角色就不太适合。如果消除系的角色玩腻了，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手速，蛮推荐可以试试看的。我刚抽到这个角色的前几场，金币大概也只有1-2千而已。开始熟悉连线的节奏感，还有找连线的方式之后，就开始有明显的进步。大家不要太早放弃咯。这个影片就说明到这边，大家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